中国人还没从房地产、股市、债务危机的阴霾里缓过来，另一场更致命的打击正在逼近，稀土战全面开打。是的，北京想用稀土要挟西方，结果却犯了众怒。如今被七国集团和欧盟群起而攻之，全球正在合力围剿中国稀土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本来掌握全球70%稀土开采量、90%稀土精炼产能的国家，突然被世界主要经济体联手封堵。就像一个人握着一桶水，自以为能控制所有人喝水的机会，但当别人集体去找新的水源时，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手里的水并不值钱了。路透社独家报道已经点破 G7 和欧盟正在研究设定稀土价格下限，并考虑对中国出口的稀土产品加征关税甚至碳税。这不是虚张声势，而是真刀真枪的反制。就在本月，他们在芝加哥召开了技术会议，连澳洲都被拉进来，共同商量如何去中国化。别忘了，稀土可不是小玩意，它是手机、电动车、风力发电机，甚至高科技武器的命脉。没有稀土，整个现代工业几乎要停摆。几十年来，北京靠着对稀土行业的补贴，成功垄断了全球市场。可一旦这种垄断变成武器化，就必然引来反噬。今年4月，北京宣布对部分稀土金属实施出口管制，理由是回应美国的加征关税。但问题是，美国并没有因此屈服，反而加快了自救行动。7月，美国五角大楼直接砸下4亿美元收购了 MP Materials 的优先股，成为这家稀土巨头的最大股东。要知道， MP 公司拥有加州唯一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，这意味着美国正在用政府资本硬生生砸出一条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的另一家公司 Nano Magnetics 更是抛出一颗重磅炸弹。他宣布将在2027年建成一座年产1500吨的工厂，制造不含任何稀土的永磁铁。听清楚了吗？零稀土，零关键矿物，完全用氮化铁这种地壳里取之不尽的原料来替代。一旦这种技术成功商业化，中国几十年的稀土霸权就可能被瞬间颠覆。Naren 已经拿到了美国能源部和财政部超过7000万美元的补贴，连汽车巨头 Stellantis 都直接投资入股。想象一下，当风电机组、电动车发动机不再依赖稀土，中国还能用什么要挟世界？更残酷的是，北京的这次稀土亮剑不仅没吓到对手，反而彻底加速了全球去依赖的步伐。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备忘录，中国生产了全球90%的永久磁铁。但10多年前，中日钓鱼岛争端时，中国切断了稀土出口，直接导致日本企业陷入恐慌。结果呢？日本不仅死死记住了这次教训，还通过资源外交疯狂布局，如今已经能在稀土回收、替代材料上独当一面。而今天的西方更不可能再被北京掐住喉咙。就在 G7 的关键矿产行动计划中，他们明确提出要在5年内将稀土对中国的依赖度降到50%以下。这不是空话，而是写进政策文件的硬指标。你能感受到那种局势的反转吗？本来是中国举着稀土大棒威胁别人，现在却变成了全世界联手切断中国的稀土出口市场。就像一个赌徒，以为自己手里握着王牌，结果打出去才发现，对手早就换了规则。别以为这只是贸易层面的摩擦，这是一场全球产业链的重塑。美国政府不仅在砸钱扶持本土产业，还在制定更严格的外资审查制度，防止企业把关键矿产投资转向中国。欧盟也在研究联合采购，设立价格下限，甚至考虑地理限制，比如公共项目不允许使用来自中国的稀土产品。这意味着中国稀土产业赖以生存的海外市场
正在一步步被关闭。稀土不是粮食，国内消化不了，没有出口市场，中国手里的稀土储量再多也会变成烫手山芋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以为卡脖子的武器会让西方妥协，结果却成了逼迫别人技术突围的催化剂。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麦克布莱德所说，美国磁铁供应缺口巨大，但没有理由不去尝试新的路线。这句话背后潜台词很明确，就算现在替代技术不成熟，也必须要做，因为中国已经不再可靠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中国到底是掌握了王牌，还是亲手打烂了未来？从全球数据来看，中国稀土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预测，到2030年，全球风力发电机对稀土的需求将翻3倍，电动车对稀土的需求将增长7倍。但与此同时，欧美、日本、澳洲正在以去中国化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。换句话说，需求在爆发，市场在扩张，但中国却可能失去最大份额。更残酷的是，稀土价格下限一旦设立，等于彻底剥夺了中国通过价格战打击对手的能力。过去，中国企业还能靠低价倾销占据市场份额，但当 G7 和欧盟联合设立保护机制，这一招彻底失效。这是一次真正的全球联手，直接冲着北京的命脉而来。别忘了，中国的稀土产业虽然表面风光，但背后其实是低价、污染、透支资源换市场的模式。几十年来，中国以国家补贴为支撑，把稀土当成战略武器，要求企业拼命开采，压低价格，换取全球份额。结果呢？中国的稀土出口量占全球70%以上，但利润率却低得可怜。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数据早已揭露，在稀土产业链中，中国赚到的利润不到 5%， 绝大部分价值都被日本、美国、德国的下游高科技企业拿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人拼命挖矿，把土地和水源毁掉，把空气污染的乌烟瘴气，结果赚的却只是辛苦钱。而当 G7、欧盟设立价格下限，加征关税时，这点可怜的利润空间将彻底被吞噬。再看看国内的情况，在内蒙古、江西、四川，成千上万的稀土矿坑已经让大片土地寸草不生。新华社自己都不得不承认，稀土之乡包头的矿区附近，地下水和耕地几乎完全报废，老百姓用水要靠政府送，耕地种不出庄稼，只剩下癌症高发的噩梦。更讽刺的是，当地居民并没有因为稀土致富，反而背上了资源诅咒。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包头市的稀土出口额占全国70%，但人均 GDP 却排在内蒙古倒数。如今全球市场开始围剿中国稀土，这些地区的矿企将首当其冲倒闭。谁来为这些家庭买单？问题远不止于此。一旦稀土出口市场受阻，中国的产业链将遭遇连锁反应，地方财政雪上加霜。内蒙古稀土税收占财政收入的近 20%， 失去出口意味着财政收入大幅下滑，而地方债务本来就已经压得透不过气。就业危机爆发。据工信部统计，中国稀土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，背后还有数百万依赖上下游产业的工人。一旦出口受限，大量工人可能面临失业，资本加速出逃。外国公司一旦被要求转向本地采购或替代材料，中国企业不仅失去订单，还可能失去合作伙伴，资金链全面断裂。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，稀土是中国最后能握在手里的战略资源牌。如果这张牌也失效了，中国还能用什么与西方讨价还价？想想看，中国曾经依赖房地产来拉动经济，结果楼市泡沫破裂，恒大、万科接连暴雷，
曾经依赖外贸来支撑增长，结果欧美去中国化，让订单大量转移到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。如今连稀土这个最后的筹码也被全球联手瓦解。这不是产业问题，这是国运问题。更悲惨的是，普通老百姓还会为此买单。当稀土出口受限，企业必然面临亏损，亏损意味着裁员，裁员意味着失业。而失业潮叠加当下的经济困境，会让很多家庭瞬间陷入绝境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5年青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。官方虽然不再公布具体数字，但学者测算大概在20%至25%之间。再加上稀土行业的工人、上下游产业链的工人，如果失业潮爆发，整个社会的稳定性都会被动摇。更直接的冲击还会体现在资本市场。你知道吗？在 A 股市场上，稀土板块一度被炒作成中国的护国神石。可一旦 G7 欧盟设立价格下限并加征关税，这些所谓护国神石将瞬间变成烂石头，股价暴跌，散户爆仓，老百姓的血汗钱又要被割一层。这就像一个不断重复的悲剧，房地产割过一波，股市割过一波， P2P 割过一波，现在轮到稀土。每一次都有人倾家荡产，每一次都有人哭喊无声。而这一切的根源，恰恰是北京的短视与冒进。他们以为稀土是王牌，结果却变成了催化对手觉醒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们以为世界离不开中国，结果世界正合力打造一个没有中国的未来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这场稀土之战极有可能演变成新的冷战战线。想象一下，未来的世界供应链将被彻底分裂，一边是以美国、欧盟、日本、澳洲为核心的去中国化稀土产业链，另一边是被孤立在国际市场之外的中国。对于后者来说，再多的稀土储量也只是孤岛上的金子，只能看着别人腾飞，而自己日渐衰落。国际能源署预测，到2040年，全球对稀土的需求将增加7倍。如果中国失去了主要市场，那意味着未来几十年的产业红利将与中国无缘。这不仅是经济的损失，更是战略上的自废武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稀土这场战争中，中国究竟还能撑多久？也许你会说，中国还有资源，还有矿山。可资源再多，没有市场就是废石。市场一旦被分割出去，再想夺回来，比登天还难。就像中国的家电、纺织、太阳能光伏曾经辉煌一时，但一旦遭遇全球封锁和转移，就很难再恢复昔日的霸主地位。最终受伤的永远是普通人。工人失业，家庭破碎，年轻人看不到希望，老人看不到保障。那些曾经因为稀土而繁华一时的城市，可能在未来几年陷入萧条，变成一座座资源废墟。这就是中国最悲惨的现实。稀土本该是中国的财富，如今却成了中国的枷锁。北京方面把它当成武器，结果却引火烧身。西方正在合力打造一个没有中国的未来，而中国却可能被困在自己制造的孤岛上。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，当一个政权妄图用资源绑架世界时，结局往往只有一个：被世界抛弃。今天的稀土不过是明天的写照。